苏医生，今天不是还没到拿药的时间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我拿药，是他们拿啊！他们开了，进来吧！苏医生，苏医生，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！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带人来吗？这些都是肺癌病人，他们知道这里有药，非要我带他们过来，我也没办法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的药没有行政批准，不能对外卖的。苏医生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几十条生命啊！我就不相信你能看着我们这些身患绝症、受尽痛苦的人不管吗？是啊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们可以去正规的医院拿药啊，干嘛非来我这儿呢？看呀，在医院要3万块钱一盒，我们根本吃不起。我病了3年，吃了3年的正版药，房子吃没了，家人吃垮了，我是实在吃不起了。你就当做好人好事，救救我们吧！是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！你们这是逼我呀！医者父母心，我就不信你能看着我们这些人去死啊！我也有家人，我替我的亲人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杀死我！救救我们吧！求求你！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们就在这里长跪不息，跪死在这里。我们就在这里长跪不起，跪死在这里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！就是啊，怜悯我们吧！求求你了！行了，我答应你。起来吧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快起来！有救了呀！苏医生答应了。不过，我们要约法3章。第一，我的药是有成本的。我按最低价格3000块钱一瓶卖给你。也行，3000块钱。第二，不能对外说我这里有药。我这毕竟是盗版，被发现了，我是要坐牢的。是。第三，未经我的允许，不能带外人来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好，来拿药吧。好，快点！都别急，先排队，一个个来。排队。都排队啊！一人1瓶，1瓶3000，把钱都准备好啊！医生，你能不能给我少一点？我实在是付不起了，这1瓶3000，1年就是36000啊！是啊，你给我们便宜点，我们一定一辈子都记你的大恩大德的。是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我这药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3000块钱已经是我的成本价，不买的话，就下一位。再商量商量吧。苏医生，你不是刚买过药吗？这么快就吃完了？不是我买，是我朋友买。过来吧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不能随便带人来。苏医生，你放心，这是我绝对好的朋友，绝对靠谱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太合情理，但是他实在需要这2瓶药。对，特殊情况，您就帮帮他吧。他看着也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不是他没有，是他妈妈晚期，买不起正版药，人快不行了。求求你，就帮帮他吧。1瓶3000，
一共6000。苏医生，真的谢谢你啊。不过，可能得先跟我们走一趟。你可能得先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们接到联名举报，你以治疗肺癌的名义大量出售高价假药，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你是知情的是吧？苏医生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不想看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再错。这1年来，你靠卖假药挣了多少昧着良心的钱，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？你们都参与了举报，对吗？我们也不想这样啊，可是你这药卖的太贵了，一盒就要3000块钱，1年就是36000啊！就是，你这卖的也太贵了，我们根本就吃不起。我们根本吃不起。之前给过你机会，想让你降价，可你又不听，你这不是抠啊！你也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怪就怪你太自私了。是吗？你们当初归在诊所求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当初是为了应急，你算算你赚了多少没心钱，让你给我们降点价，你都不愿意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也是非法销售啊。那我们举报他，那也是合法合理的呀。一盒假药就要卖3000块钱，这次呀，让他这个黑心商人把这些钱全部吐出来。哼，好啊，很好，我可以跟你走，我顶多也就是坐几年牢，但是你们没有我的药全都得死，没有我的药全都得死。走吧。李伟，苏珊已经被抓走了，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我的药快没了，要是没了这个药，我会死的。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和豪强药业的徐总商量好了。豪强药业那么大的制药公司，而且还是外资企业，他怎么能骗我这帮穷人呢？对呀，是啊，这帮穷人怎么活呀？真是太黑心了，赚了那么多钱，让他给我们降点价，他都不愿意。是啊，反正都是盗版药，也没什么成本，他还卖我们这么贵，不是？真是利欲熏心。哼，我看你活该，活该，活该！没错。既然大伟这么说了，我们大伙儿就放心了啊。大伟，我们可仰仗你了。是啊，还得是你啊。你最好老实交代，这种假药，你一共卖给了多少人？卖了多少瓶？卖了多少钱？卖了128人，总共卖了1340瓶，差不多卖了400万。400多万，这可是个重啊！你一共盈利了多少钱？我1分没赚。这不可能！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还不老实交代？我已经说的是实话了，你要是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先把他关进看守所，这个案件我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你就是苏珊的房东是吗？是，你是？我是警察，苏珊被捕了，现在要你协助办案。好吧，那你跟我来。都快2个月没见他人了。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啊？1个多月前吧，就住在这里。苏珊就住这里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，他在这里住了1年了。这1个月多少钱啊？500。
这么便宜？便宜？就这苏珊还经常拖欠我的房费呢，现在还拖欠了我2个月房租。你们把他抓进去了，我的房租也收不上。欠你房租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他就是个穷光蛋。那你知道苏珊是做什么的吗？他就是医科大的学生，在江城开了个小诊所。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他吗？不知道。他售卖假药，非法获利400万。这不可能吧？他赚400万，还住我这老破小啊？也许他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故意这么做的。徐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做了，苏珊已经被抓起来了，警察正在搜寻证据，这次估计很难脱罪了。好，干得不错。不过，现在我需要你再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带着那些病人去看守所，把事情闹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苏珊已经进去了，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？你不懂，我要让苏珊身败名裂，走投无路，这样她才会跪下来求你。好，不过徐总啊，苏珊已经进去了，我们的药吃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你上次答应我们的事儿，放心，我们集团也已经在研发同款药了，到时候肯定比苏珊卖的便宜，让大家都能吃得起。好，谢谢徐总。那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真是一个十足的蠢货。苏珊啊，苏珊，你要是早点配合我，不就没事吗？非要自命清高，到头来还不是被这群蠢货给出卖了？这个药可真是个神药，居然连肺癌晚期都能治。这群蠢货居然觉得卖3000一瓶都嫌贵，我要是拿到配方，至少卖3万一瓶，到时候我就发财了。苏珊，有人给你交了保释金，你被保释了。谁啊？我也不认识，他不愿意透露姓。你的演技很好。什么意思？就连我差点就被你给骗了。不过，你既然犯了罪，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会在法庭上等你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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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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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这呢，快！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记者来了，苏珊，还我救命钱！那是我看病的钱，你还我救命钱呐！我本来就是癌症晚期，最后这点钱也被他给骗光了。没有这点钱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哎呀，那就是我的救命钱！他这个畜生，连这点钱都骗！
大叔，您刚刚说苏珊骗光了您所有的血汗钱，能展开具体的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？我半年前我查出了肺癌晚期，医院说是绝症。我本来不想治，想把钱留给老婆孩子，可是苏珊这个畜生，她骗我买的3000块钱一盒的假药，那是我的血汗钱呐！我背着水泥一包一包背出来的。我也是这样的，我的钱都被他给骗完了呀！吃不起他这个药，我跪下来求他给我便宜点，他让我滚。对呀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他给我卖的竟然是假药。我老婆子这辈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全被他给骗了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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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我们救命钱！还钱！苏珊医生，他们已经都这么可怜了，你还要骗他们的血汗钱？难道您的良心没有一点不安吗？骗！他们当初跪在我诊所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。如果说我会良心不安，那只会是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对不起我自己。苏珊，你还我血汗钱，那可是我的救命钱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？我无耻？李伟，当初要不是你跪在诊所，又是磕头又是下跪，那我怎么会把药卖给你？苏珊，你骗了我的养老金，我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3000来块钱，全买了你的药了，我现在1分钱都没了，你让我可怎么活呀？怎么活呀？你们当初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们说不管是3万、30万还是300万，你们都要治病。可是现在只是3000块，你们就倾家荡产了？你们的命就这么廉价吗？行，你们不是要退钱吗？可以，只要你们把药拿回来，我把钱一分不少的全都退给你们。不敢？哼，看来是不是假药你们自己心知肚明。行，你们说我的药是假药，只要你们拿出证据，证明你们吃了我的药以后，你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好转，我随便你们告，多少钱我都赔。苏医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就是把我保释出来的人。有话说有屁放。苏医生大可不必对我抱有这么大的成见，毕竟举报你的人不是我。哈哈，我知道苏医生被李伟他们背后捅刀的，被他们诬陷，现在全网都在抹黑你，他们不知道真相，所以令你被千夫所指。不过我有办法可以让你恢复名誉，还可以让李伟他们身败名裂，只需要你加入我们豪强药业，李伟是生是死由你说了算。还有所有冤枉你的人都一样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他们全不能进去。怎么合作？我愿意花1000万收购你手中的肺癌药物配方，我还愿意聘请您为我们公司首席药物研发员，每年年薪不低于100万。苏医生，我可是很有诚意。合同我都带来了。
我原以为你只是蠢，没想到你是又坏又蠢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自己理解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如果你不跟我合作，那李伟他们就一定在法庭上指证你。到那个时候，身败名裂，等待你的只有漫长的牢狱之灾。苏医生，我也是看在你救治过很多病人的份上，才愿意出这份合同。我也不妨实话告诉你，我们集团已经在仿制你的肺癌药了，就算没有你的配方，我们也很快会仿造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不仅1分钱都没有，还得坐牢。哼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所以今天才特意来找你商量。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你既然可以仿制出我的药，又何必费尽心机找那些人来诬陷我来买我的药？你知道一款新问世的抗癌药的商业价值是多少吗？至少50亿。你拿1000万来买我的药方，是你傻还是我傻？而且，你为了我这款药方，蛊惑那些病人来投诉，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行医。你真让我感到恶心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逞强，到时候我会让你跪下来求我。咱们肯定是要把这药要回来的，就是告到哪儿也得要这么多人呢？这害的就是咱们，是吧？来了，来了，是他吧？是他吧？是，就是他。哎呀，走，这是他了，走，退回去。苏珊，你还我血汗钱！无良的黑心医生，你害惨我了！你把我的病还给我！你这个杀人犯！还钱！先生！苏珊，你卖了这么多黑心药，赚了这么多黑心钱，他们现在要在法庭上指控你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最多也就是坐几年牢，但是他们没有我的药，连命都保不住，到时候都要跪下来求我。说什么？什么叫没你我们就活不了命？这还威胁我们呢！就是啊，卖假药有理了。苏珊，关于原告指证你出售假药，以3000一瓶的价格，总共出售1340瓶，总金额共计400万，你是否承认？我承认，这些药确实是我卖的，他还真是这样的人啊！价格也确实是3000块钱。什么？苏珊这就认罪了？刚才在法院门口不是还挺狂的吗？他都已经直接认罪了，那这官司是打还是不打了？他就这么直接认罪，蠢货，实在是太蠢了，怪不得会被害成这个样子。法官大人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我说我卖了这些药，但我没有说我卖的是假药。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治疗肺癌的药物，就连政府和国际上有名的药企，投资金额高达上百亿，都研究不出来。您一个医科大学的本科生，一个诊所的医生，就能研发出来？警官大人，您说的对，我们豪强药业10年时间，投入超过100亿，都没能研究出来的药品，他一个小诊所的小医生，竟然说自己卖的不是假药。还有，你说你卖的不是假药，那我想请问你的药有上市批准吗？有安全检测吗？有销售许可吗？
对不起，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没有。这些资质只有大型的药企才能去申请，像我这样小医馆的医生是申请不下来的。好，你说你想多救点人，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将你的药方直接卖给大型药企？大型药企的生产力、销售力都比你强，这样你就可以救下更多的人。如果我把配方卖给大型药企，他们不会只卖3000块钱，他们至少会卖3万块，这违背了我研发这款药的初衷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卖这么贵？那些大型药企的背后都是资本家，是吸血鬼，他们恨不得吸干患者身上的最后一滴血。你去市面上看看，现在外面的抗癌药有便宜的吗？只有获取利润，企业才能对这些患者负责。你对大型药企的成见这么深，那我想请问你销售了400万的药，非法获利多少钱？我1分没赚。不可能！我可砸了我钱！你销售了400万的药，1分钱都没挣，你觉得我们大家信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对不起，哪有生意不挣钱？骗子！这是我医和药所有的研发成本，2900块钱，剩下的钱我连交房租都不够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懂制药，所以就可以随便的糊弄？那你可错了，今天带了帮手。审判长，我想请医科大学朱教授出席。朱教授，我想请你看一下这篇药方。这竟然是……天哪！老夫在有生之年竟然看到这样的宝石，老夫是死而无憾呐！哎呀，绝世珍品呐！朱教授，您没事吧？您注意身体。这药方难道真的有用？江警官，你能否告诉我，这个药方是出自何人之手？你能否带我去见见他？我给你跪下都可以。朱教授，请您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药方啊，神呐！你有所不知，这个药方就是失传已久的古方啊！我只是在古籍中才能见到，凤毛麟角啊！我以我的性命担保，这个药方至少价值20个亿呀！什么？苏珊的药方竟然是失传已久的大夏古方？苏珊的药方竟然真的有用，哪怕只是延缓病情，也有很恐怖的效果。是这啥呀？就是中药。不可能，他这个绝对是伪造的。我们这么多医药巨头都研制不出来的药品，他一个小诊所的小医生怎么可能研制得出来？这位先生，您是质疑我的眼光吗？我并没有怀疑朱教授的眼光，只是现在仅仅能够证明他手中的确实是大夏古方，但是没办法证明他这个古方就一定有效啊！我知道朱教授是学中医的，但是我们西医讲究的是数据，讲究的是实验。没错，苏珊，虽然你的药方是大夏古方，但并不能完全证明你的药就有效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想要证明我的药的有效性很简单，台上的这些原告都是我的病患，他们全都患了肺癌，但是他们都好好的活着，活到了今天。他们都活着，也无法证明就是你的药有效，也许是他们生命力顽强呢。总之，你的药没有审批、审核和认证，那就是假药。好，那我就拿出证据给你们看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在场所有原告的病历，这上面记录了他们从开始服药之前，再到每一个疗程的身体变化。从这份病历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从开始服药之后，病情都得到了好转。请法官找人核实。朱教授，你看一下这份医疗数据是不是真实有效？说这能是真的？这有没有效？沈班长，没错，每一个患者能够好转，就是这个药的效果。什么？真的？还真的有效果。这人的药真有用，真有效。你觉得苏珊的胜率有多高？如果是在国外，这种证据面前，我可以做到100%的胜率，不但可以打赢官司，还可以把他们全部都送进去。但这里是大夏，国情不一样，我不敢保证。但目前看来，至少也有90%的胜率。豪强药业正在仿制他们的药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收购他们的配方，有没有把握在豪强药业之前提前注册完整的全球专利？应该没问题。我们的技术比豪强集团更好，也有更完整的制药产业链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们能拿到苏珊的全部临床实验数据，那么肯定会比豪强集团更快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出重金拿下他的配方。贝基，是。我们回国见，苏珊。肺癌晚期的死亡率是95%，但是吃了我的药的病人没有一个去世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能够活到今天，坐在这里，作为原告向我提起诉讼，全都是因为吃了我的药。这应该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吧？我救了他们，他们却把我告上了法庭。这也太讽刺了吧！典型的恩将仇报啊！如果苏珊说的都是真的，那这些人也太可恨了。就是啊，人救了他，就是啊，太可恨了！什么人不耻？居然咬你尾巴子！苏珊，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如果说你的药真的是真实有效的话，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将你告上法庭呢？说得好，我这里有一份证据，能够证明在场所有的原告与豪强药业有着紧密的联系。豪强药业曾多次给原告们转账。豪强药业一直想买我的药方，请问，豪强药业与原告们是否存在金钱往来？原告们是否和豪强药业存在金钱交易？不对，我反对苏珊的说法。我是看着他们可怜，才会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援助，这跟古方就没有任何关系。哦，那你为何偏偏只援助了在场的原告，而不是所有的病患？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？你们看着我干嘛？我可没收钱啊！我没收钱。我也是冤枉的，我也没收钱啊。我是收了钱，但那是捐给我看病用的。法官大人，我没有收钱，我没有收钱，我真没有收钱呀！我这有证据的呀！你看，没有收钱，我说的呀！这什么一分钱也没有拿呀！不行，我现在宣布，本案审理完毕，现判为如下：苏珊违规出售未经国家许可的药品，责令诊所停业整顿，吊销营业执照，罚款5万元。但考虑到其药效的真实有效，本法庭不做更多处罚。苏珊当庭释放。啊，这就释放了？那我们的钱怎么办呢？不错，这就放了，挺好，放了什么？就放了吗？是，哎，你说我们？
他走，不能走，你赶快把他叫过来！你不走，还我们钱！赢了你就没事，我要让你手中的药方变成废纸，看你到时候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请问苏珊小姐，对于这次庭审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没什么感想，我只能说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有些人他是不会得逞的。苏小姐，请问你还会继续卖药给病人吗？你手中的特效药可以治疗肺癌，这是造福无数病人的药，请问您还会继续卖吗？卖我肯定是会继续卖的，只不过我不会再卖假药了。我会成立属于我自己的公司，获得政策的许可，到那时候我可以造福更多的人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不会再卖义和药。我就让他走了呢，没给咱们钱呢都。苏珊小姐救了你们的命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差点害得苏珊去坐牢？你今天害死许多同样患有肺癌的病人，现在苏珊被无罪释放，你们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们这不是我们也不这是他们干的，都是他们干的。是你，你也太没良心了，李伟！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一定是你带着他。妈，当初明明是你说的，只要我们成功起诉了苏珊，豪强药业就会给我们便宜药吃呀！是啊，什么？就是你说的呀！哎，徐总，居然有这种事！这一切都是豪强药业的阴谋。哎，请问徐总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一切都是你的密谋吗？你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？这都是胡说八道，纯粹是造谣。起诉苏珊都是他们自愿的。徐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李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你说我们听你的，豪强药业就会给我药吃吗？你说的，就是我好说，我好说。你就好好跟他说说，这还能不给吗？官司不是都已经打完了吗？你们还来这干嘛？苏医生，我的药就快吃完了，你能不能先卖给我一瓶？就一瓶啊！苏医生，你救救我吧，我的药也快完了，你不会见死不救吧？救救我们！苏医生，你就把药卖给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的药。我也不想起诉你的，都是被逼的，是被徐豪逼我们的。求求你，就卖一瓶药给我们吧，卖给我们吧。刚才在法庭上，你们不是说我卖的药是假药吗？不是假药，不是假药。你的药怎么能是假药呢？我们都吃了1年了，那是不是假药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记得你们说我的药卖3000块钱一瓶，太贵了。不贵，不贵。苏医生，这是3000块钱，请您收下。我这里有6000，我买2瓶药，我今天都没有吃药，请你先给我药啊！苏医生，你是好人，你一定会救我们的，是吧？苏医生，您救救我们吧！哦，对了，我这正好有1瓶药，先卖给我，卖给我，卖给我，苏医生，给我，这是我的药。不过我虽然有药，但是我谁都不卖。药啊！你怎么给倒了？我的药，我的药，我能撒地上啊！我的，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这是我的药啊！这是我的救命药啊！苏珊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毁了我们的药？这是我们救命的药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第一，这个药是我的，我想怎么处理这是我的自由。第二，你们不是说我的药是假药吗？现在我把假药销毁了，不是正好遂了你们的心愿吗？
苏珊，我们都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救救我们啊？不是我不帮你啊，是我的药是假药啊！我把假药卖给你，你们再把我告上法庭，这怎么办呀？苏珊，你他不救，我救。他不救，我救。作为一个医疗行业的从业者，我是绝不会对你们见死不救的。我们豪强药业已经成功的研制出了治疗肺癌的特效药，很快就会上市了。相信每一位患者都会得到受益。希望大家到时可以来参加我的新品发布会。而且我们的产品也绝对不是他这种沽名钓誉的假药能比的。什么？这豪强集团已经把新药研制出来了，马上就上市了，我们有救了呀！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对呀，哎，徐总，你之前答应我们的可以卖便宜药给我们的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当然。我记得，不过这要等到新品上线以后再说。这谁车队啊？轻手无车呀！谁家车队这么有实力？这好像是方舟制药的车队。方舟药业，那可是全球第一大药企啊！他们来这干什么？不会是想和豪强药业合作吧？你的机会终于来了！快看，方舟制药总裁萧远明啊！萧远明先生，您好，我。苏珊小姐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们很希望和你合作。我们借一步说话。萧远明先生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才是豪强药业的董事长啊！我们最新研究的肺癌药，非常愿意跟贵公司合作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想和你合作。我这次来是来找苏小姐的。萧远明先生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们公司已经研制出来了肺癌药。他手中的现在就是一张废纸啊！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他现在手中的就是张废纸，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保镖，不是，萧远明先生，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把他拖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哎，萧远明先生，如果说你要开发这个肺癌药的话，那只能跟我们公司合作了。哎，萧远明先生。萧远明先生，这是怎么拉出去了？啊，没事，他们不合作了。萧远明先生，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毕竟他有那么大一个药厂，而我只有一个人。我只相信苏小姐一个人。好，那您今天来是有什么目的？那我就直说了，我们方舟药业愿意出10个亿买下你的药房。天哪，10个亿，那得让苏珊花10倍才行。对不起，我拒绝。10个亿啊！你说什么？如果这是你能给出的最高价格，那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谈。苏珊小姐，你要知道，豪强药业正在仿制你的药，如果他们的仿制药提前出来，
你的药将分文不值。豪强药业确实是在仿制我的药，不假。但是先不说他们能不能仿制出来，您能来找我，说明你有信心比他提前成功，并且是在有我的实验数据的支持下。就算豪强药业能够提前仿制出来，他们也只能在国内销售。凭你们方舟药业在全球的影响力，我的药方就不止10个亿。况且，我敢肯定，豪强药业根本仿制不出来我的药。苏珊小姐果然思路清晰。既然如此，想必这版药的定价在苏珊小姐心中已经有了吧？不妨说出来听听。我要50个亿，外加你们在江城的一处药物研发中心。不行，其他的都好说，但是制药厂是我们出资50亿，耗时3年才建造完成，是我们在大夏的3大制药厂之一，加上50亿现金，您这药房要100亿的天价，是我们无法承受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，请回吧。哎呦，什么？苏珊竟然拒绝了方舟药业10个亿的报价，这我没听错吧？而且呢，还狮子大开口，开出了100亿的价码，我看他是疯了吧？我很想知道，这么过分的天价，你为什么就认为我们方舟药业可以答应？能告诉我你这么做的理由吗？因为我的这款药是跨时代的、绝无仅有，能够治疗肺癌晚期的抗癌药。如果这款药能够成功上市，至少会给你们方舟药业带来200亿的利益，还能带动你们在股票市值市场的增长，成为全球第1家10000亿美元的药企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答应你。什么？方舟药业居然答应了苏珊的天价报价？真的？这可是价值100亿啊！这苏珊得到海城富豪排行榜了。对呀，就是啊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你们和豪强药业是不是有合作？是的，豪强药业主要推销的产品都是代理我们公司。我希望贵公司能停止和豪强药业的所有合作。没问题，小事一桩。不过我有个要求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可以和你一起吃个晚饭吗？天哪！世界第1药企的总裁居然要请苏珊吃晚饭，他该不会对苏珊有好感了吧？不会吧？这可不好说，毕竟苏珊刚谈成了100亿的合作，是医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。不可以。什么？他居然拒绝了？世界第1药企的总裁邀约吃饭被拒，仅凭这事儿就可以登上明天的头版头条。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刚打完官司，我现在是个穷光蛋，就连5万块的罚款我都还欠着呢。我真的没钱请你吃饭。你不是刚50亿卖了药方给我？那这50亿还没到账啊！我现在兜里只有几百块，你要真让我请你吃饭的话，我们只能吃大排档。大排档？那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又便宜又好吃的，而且你们国外没有。好，我们就吃大排档。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，门外的记者似乎有问题要问你。肖先生，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好，有什么问题你们问。肖先生，请问你为什么要以这么高的价格收购苏珊医生的药？正如苏珊小姐所说，她这款药可以改变世界，所以我认为她值这个价。另外，苏小姐研发这款药物的初衷也是为了救死扶伤，所以我认为她不应该完全用金钱来衡量。肖远明先生，现在方舟药业已经获得了苏珊小姐的配方，请问你有考虑过定价的问题吗？要知道，之前苏小姐售卖这款药品的时候是按照3000元一瓶定价，不知道方舟药业会如何定价呢？关于这款药的定价，我们集团还没有定出来，这要根据我们的投入、生产、销售等成本决定。另外，
我们公司也是商业公司、上市公司，我们首先要对我们股东的利润负责，所以，我们这款药物的定价不会是3000。哎呀，完了！从肖远明的话里面，我可以听出，他这个药啊，肯定比苏珊的药价要高出一大截呢。商人都是逐利的，同等条件下，谁卖的价高，那就给谁。苏小姐，请问您可不可以建议一下方舟药业，不要把价格定得那么高？如果要是天价药的话，很多病人的家庭收入支撑不起这笔治疗费的。你想太多了，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。况且方舟药业研发这款药肯定是为了利润，而且我之前低价卖这款药，也没有人领钱，甚至把我告上了法庭。现在药都不是我的了，我又何必掺这一脚？可是他们……好了，今天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现在我要和萧远明先生去吃饭了。哎呀，你们走了，这怎么办呀？哎，对呀，救我吧！救我吧！我控制上我这只头了，救救我！就靠你们了呀！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这就是大排档啊！来，再尝尝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大夏最好的酒。大夏最好的酒，不是茅台吗？哎，萧先生，你在国外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地道大夏人都喝这瓶。来，我给你满上。怎么样？好喝吗？和茅台不同，这个回味无穷。好喝就好。啊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说。我们既然已经独家收购了你要的配方，你还要制药厂干什么？因为我还有新的药要制作、要研发，还要销售。只不过这次我不会再违规销售，我会等得到国家的许可之后再销售。你还有新的药？对啊。要研发一款抗癌药很难，就算在美国，要研发一款抗癌靶向药，至少需要50亿的投入。这过程包含了靶标的确定、模型的建立、先导化合物的发现、先导化合物的优化，还涉及到分子筛选、结构优化、医药学评估、安全性评价等。这至少需要500人的投入，10年以上的时间。你就一个人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这是在用西方的理论来论证抗癌药，我可要提醒你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大夏可是有5000年的文化，大夏古方早在西医出现前2000年就已经有。大夏古方？没错，在西方现代医学出现之前，大夏古方就已经在悬壶济世、治病救人了，而且有很多的古方有妙手回春、起死回生的本事。那你下一款药是？这个我暂时不能说，这个我得保密。我只能说，它只会更轰动，会震惊全世界。真是个神秘的女人，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那你可要小心点儿，你别爱上我。跨国公司的办事效率就是高啊，50亿这就到账了，我很快就要当老板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接下来我会全面接盘你们的药房和办公大楼，开始我的新药物研发。那祝你马到成功。张教授，我们肺癌药的研发怎么样？到什么程度了？徐总，你给我的药，我们已经分析出了原材料的组成，但是制药过程，我们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们已经尝试了无数种中药炮制的组合，但是始终出不来这种效果。
废物！我们实验室上百号人，在知道药品配方的情况下，居然仿制不出来苏珊的肺癌药。哎呀，徐总啊，中药的药效那跟炮制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同一种药物，如果炮制方法不同，那药效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不管，最快还有多久能研发出来？这个最少还得几个月吧。不行，几个月时间太久了，我牛皮都已经吹出去了。如果说不能尽快上线，那会影响我们豪强药业的信誉。其实啊，我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炮制的组合，是有一些抑制癌细胞的药效。不过什么？你快说呀！不过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副作用，我们还要找人去做人体试验。人体实验需要多久？人体试验比较复杂，这个手续和人员不好找。实验人员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安排，你们只管加快其他步骤就行。这样能加快了吧？那就没问题了。这2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，这动不动就四肢无力，差点连路都走不了。我也是，前2天还咳血了，这可咋办呀？我昨天晚上差点上不来气儿，还要晕过去。这早知道这样，咱不如继续买那苏珊的药，这贵点咱就认了嘛。李伟，你不是说豪强药业会给我们便宜药吗？这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他们不会是食言了吧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说出那样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去告苏珊？这应该不会，豪强集团肯定不会食言。豪强集团来电话了！豪强集团来电话了！喂，真的吗，徐总？好，我这就带人过去。他们怎么说？你们别多想了，豪强集团特效药已经研制出来了，咱们现在就去拿药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什么？有药了啊！而且还是免费的呀！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该不是做梦的吧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人家这么大的制药集团怎么会骗我们呢？走，现在就去！走，快走！我们是来领药的，这怎么领到会议室来了？是啊，领个药有那么麻烦吗？直接让我们来一领完事儿了呗。大家先安静一下，徐总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，大家别着急啊。大家都来了啊，徐总。好，首先感谢各位的到来。我们豪强药业是江城的大企业，当然有着大企业的责任和担当。我知道在座各位的困难，所以啊，我特意给大家申请了一个免费试药的机会。试药前呢，需要大家先把面前这个实验协议签了。实验协议？这怎么还实验呢？签吧。不是已经研发成功了吗？不会是这种药还有什么风险吧？啊，各位，我知道你们心中有疑虑，但是大家可能不清楚，这个一款药从研发到上市是必须要经过实验阶段，但这只是走个过场而已。我们的药品呢，是根据苏珊的药品仿制出来的，绝对安全有效，大家放心。我愿意相信豪强集团，
豪强集团这么大的药企，怎么会骗我们呢？那我也相信，我也相信。感谢豪强药业免费给我们提供药。我信。那大家赶紧签一下啊！这豪强药业真是良心企业，竟然给咱们免费药吃，这以后得省3000块钱呢。终于不用再看我儿媳妇的白眼了。是啊，不过这苏珊以前心够黑的呀，这一瓶药怎么敢卖3000块钱？这2年让他不少挣吧？哎呀，过2天这身体好了，还可以出去找一份工作，自食其力啊！走，想的挺多。真是，我过2年应聘个短剧演员去。还不跟一下？来了，在那儿。苏珊小姐，请问您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药企改名为希望药业？因为我希望我的药能给更多的病人带来希望啊。苏珊小姐，您的新药是什么方向的？研究到什么程度了？抱歉，这个暂时不能透露。啊，苏小姐，豪强药业已经宣布，他们已经成功的研发出了治疗肺癌的特效药，并且他们已经找到了病人参加临床实验，就是之前举报你的那些人。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？你们是在直播是吧？那我就借这个机会给他们一个忠告：如果豪强药业的药是在仿制我药的基础上研发的，那我希望他们不要参加临床试验。他们的这种仿制药没有得到完全的配方，药的成分极其的不稳定，很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，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。这纯属胡说八道！我们的肺癌新药，那是我们实验室研究多年的结果，根本不存在仿制苏珊的药，这是无稽之谈。她的药是假药，怎么能跟我们的特效药相提并论呢？请问徐总，苏珊说您的药存在安全隐患，呼吁大家不要参加您的试药，对此您怎么看？对，他说您的新药成分存在隐患，可能会引发并发症，还会有生命危险，请问您怎么回应他？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苏珊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的律师都已经记录了下来，而且保留了证据。如果他再继续抹黑我们豪强药业的话，那我们一定会起诉他，一定会让他坐牢的。那您的新药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？我们的新药非常安全，没有半点隐患，而且更没有引发并发症的危险。你看，这些病人都生龙活虎地站在你面前，这就是最坚实有力的证据。没错，我们呀就是徐总第一批的这个新药试验者啊，我们绝对相信徐总跟豪强药业的研发实力。感谢徐总给我们试药的机会，是他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呀！如果没有他的大恩大德，我们都得死啊！没错，徐总才是大善人，不像苏珊老欺骗我们。相信徐总会给我们所有人吃上便宜药的。就是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苏珊，我是豪强集团的代表律师，你连续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豪强药业进行造谣与抹黑，对豪强药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。我现在代表豪强药业正式向你发出律师函，稍后法院的传票也会送过来，你就准备吃官司。苏珊，我们现在可是全都得救了，你就别再给我继续骗人了。豪强药业的药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良药，就别再胡想。如果没有豪强药业，我们都会死。苏珊，你是不是想害死豪强药业，想害死我们这帮人呢？苏珊，收手吧，别再欺骗我们了。我们现在都好好的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好。你们要是有证据的话，就去起诉吧。你的律师函我先收下，我等着你们再一次把我告上法庭。至于你们，如果不想死，或者不想死得太惨的话，
就不要再吃豪强药业的药了。你们如果继续服药，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苏珊，你刚才所说的话，现场的记者全部都录下，现场的人，包括网上的无数观众都是证人，你就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苏珊，别胡说八道，你就是想抹黑特效药，我们不会再相信你。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大娘，怎么吐血了呀？出事了！哎呀，他晕倒了！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晕过去啊？苏医生，你肯定有办法的，你肯定有办法救他的。你是医生，他是你的病人，你肯定不会不管他的啊！第二个，你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问题吧？第三个，什么情况啊？他们这都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呀？不传染吧？他们怎么都倒下？快下来！怎么了？这是苏珊，你快救救他们！他们已经休克了，你再不救他们，他们会死的。哦，周律师，你不起诉我了？我不起诉了，你快救救他们吧，他们真的会死的。醒了，这就醒了。哎呦，苏医生真是神医啊！快动了！都醒了！哎呀，都醒了，动了！天，他们都醒了，真的都醒了，太厉害了！都醒了，全好了，真厉害啊！赶紧送医院吧，现在还没完全好呢，以后别再乱吃药了。真是个蠢货，还想跟我斗？你现在闹更好，越闹越让更多的人相信。就算全世界都知道我的药是假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一样赚钱？徐总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冒冒失失的。我们市药的几名患者在记者直播的时候突然昏倒休克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估计什么？你快说！估计是吃了我们药的原因。你们这群只会吃干饭的废物，有问题不早说！现在出现状况了才告诉我，是要害死我呀？不行，咱们一定要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。你现在赶紧带着齐毅去找他们的家人，给他们一笔钱，让他们闭嘴。不要让他们公开说是他们的身体本身就有病，跟咱们的有没关系。是。妈，没事儿，会好的。请问您是刘秀兰的女儿李潇潇小姐吗？哦，是我。啊，我是豪强药业的董事长助理，我有事想跟您说一下。没事儿。李小姐，徐总让我转达你，你需要对外澄清，就说你母亲的身体本来就有问题，跟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关系。什么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撇清关系？这肯定是你们的药引起的问题啊！李小姐，不要激动，吴总说了，
只要你能够配合，我们愿意给20万。就算后面你母亲的身体检查出任何问题，我们还会给额外的补偿，金额保证让你满意。钱就在这张卡里，密码6个0。李小姐，李小姐，请问你母亲怎么样了？苏醒了吗？结果出来了吗？请问是如苏珊所说，吃了豪强集团特效药的副作用吗？请你们不要胡乱猜测，苏珊的话没有任何依据。我妈只是一个意外，她已经变成这样了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胡乱报道，还事情一个真相。有多少算多少，绝对不能让股价下跌，所有资金全都投进去。是。徐总，他们已经停止出货了，我们成功稳住了股价。好，太好了。不好，徐总，突然有大空头做空，做空金额是100亿。什么？什么？是谁这么有势力，花这么多钱做空我们的集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不好了，徐总，我们公司股票大跌，已经跌了50%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！您好，您的股票已做空，您的收益50亿已到账。徐总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。什么情况？你快说！实验室已经分析出来了，我们的新药成分很不稳定，这会导致肺癌病人的并发症，而目前这些病人的症状，基本可以断定是我们新药所致。什么？有没有办法改进呢？这很难，除非什么？你快说！除非有一个人肯帮。什么人？苏珊。苏珊？他知道我们的新药有问题，所以他很有可能有办法救那些病人，并且有办法改进我们的新药。可是，苏珊怎么会跟我们合作？我们之间已经闹翻了，前段时间还把他送上了法庭呀。这就不生意场上的事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只要价钱出得够高，我想没有谁是不可以收买的。赶快备车，我要去一趟希望药业，这一次我要让他看到我的诚意。哈哈，苏医生，啊，苏医生，这是我的薄礼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哈哈，你这里我可受不起。哎，受得起。苏医生研制的神药，救好了那么多病，这全当是我替他们送给你的。看来徐总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呀，要不然也不会备上厚礼来找我。是不是药出问题了？病人进医院了，没招了，所以跑来找我了。苏医生快人快语，啊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呢。我的确是遇到了点麻烦，想请苏医生出手帮个小忙啊，但我绝对不会让你白帮忙的，我会让出豪强药业的10%的股份。你要知道，豪强药业价值1000亿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解决了特效药的问题，那
市值有可能飙升到2000个亿啊！到时候，您的股份就是价值200亿了。这么高的价格，我确实有点心动。那苏医生，您是答应了？答应啊？答应个屁！你当我是傻子？你们豪强药业的股价在刚刚短短1小时内就下跌了50%，现在应该只有500亿了吧？别说能不能找回来了，就算是破产清算都难说。你拿一些根本就不值钱的东西，就想让我为你卖命，你觉得我会答应吗？苏医生，您想要什么条件？你想要多少钱？您都可以随便提呀。看来徐总真的是怕了呀，怕那些病人抢救不过来。那你当初就不应该出那些馊主意，让那些人来起诉我。现在我没事儿了，你反倒麻烦缠身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就叫自作自受？苏医生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给你30%的股份。不，50%，51%的股份。只要您愿意帮我，以后豪强药业您说了算，好不好？求求您帮帮我，求求您了。现在才想起来求我呀？晚了。从你当初怂恿那些人举报我开始，我们俩就已经是不死不休。你也不用否认，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也一定会整死我。哦，对了，我再提醒你一下，今天100亿做空豪强药业的人是我。谢谢你啊，让我挣了50亿。什么？是你做空了豪强药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怂恿那些人来举报我，将我告上法庭？一旦我败诉的话，很有可能就要身败名裂，还要坐牢。现在我只是用了一些相同的手段，你就受不了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个苏珊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不好了，徐总，又怎么了？方舟药业开新闻发布会，说要解除和我们的合作关系。什么？方舟药业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会突然要解除合作关系？好像是苏珊当时卖配方给方舟药业的时候提出的条件。妈的，又是这个苏珊！他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。徐总，我们的股票又跌停了。赶快给李伟他们打电话，给他们一笔钱，让他们找苏珊去闹。是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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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可是吃了苏珊的药才出这毛病的。今天必须让他负责。就是啊，今天啊，咱们见不到他，咱们就不走了。对，不走了，不走了。苏珊出来见我们，出来！苏珊不敢出来见我们，就是因为他心虚。我们就是因为吃了他的药，才把我们害得这么苦。出来，苏珊，出来还钱！来，出来了！来了。你们说是吃了我的药才病入膏肓的，那把证据拿出来。证据？证据？我有。你们看，这就是苏珊的药。我呀，就是吃了这种药，才病情加重。这个药盒确实是我的药，但这里面的药却不是我的药。哦，什么叫不是他的？你凭什么说那个不是你的药？这药的包装就是你的包装吗？我刚闻了一下，这里面少了一味药覆盆子，不信拿去化验。不用化验了吧？那你承认这不是我的药了？我承认，但是这个是仿造你的药，那你也有责任的嘛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有脸说这种话？这药又不是我让徐豪仿制的，是他自己财迷了心窍，是你们
被猪油蒙了心，现在又反过来找我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哎，你早就知道这个药不好，你还放着我们服用，这真是用心险恶啊！抱歉，之前当着记者的面，我都已经提醒过你们，是你们不听，现在又反过来找我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方舟药业的药今天就会上市了，你们还是赶快去买方舟药业的药吃吧。让我们买他们的药啊！我们要去买吗？不好意思，方舟药业的抗癌1号已经上市，定价是3万元一瓶。哇！这么贵吗？要3万块钱，买得起吗？那我们怎么吃得起啊？哎呀，我们买不起啊！也只够吃1年啊！我们之前买你的药不是3000块钱吗？现在想起来，之前我卖3000块钱，可是你们不是嫌贵，把我以卖假药的身份又给告了吗？苏医生，这都是他们的意思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苏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你卖点便宜的药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喂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你说豪强药业会给我们便宜药，我们才把苏珊起诉的吗？是啊，你现在说什么呢？苏医生啊，当初我们都是受了李伟和豪强药业的蛊惑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，卖药给我们好不好啊？好，你们不是说我卖的药是假药吗？还说是因为吃了我的药才病入膏肓的，那我这怎么敢卖给你们？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苏医生，都是徐豪他们给我们钱，让我们这么说的。苏医生，我们都已经病入膏肓了，需要钱，我们就是被人利用的。苏医生，求求你继续卖给我们药吧，你也不想看着我们去送死，对吧？抱歉，这款药的专利我已经卖给方舟药业了，你们如果要买药，就要去找方舟药业，我无权销售。苏医生，您能不能给方舟药业说一说，让他们把药的价格往低压一压，哪怕1盒5000块钱也行啊？方舟药业是全球性的药企，我无权干预他们的定价。哦，对了，提醒你们一下，徐豪是明知道药有问题的情况下还找你们试药，你们现在的情况都是他一手造成的。你们与其围在这里，倒不如去豪强药业看一看。如果你们能证明你们是吃了豪强药业的药出现的问题，还可以找他们索赔。什么？我们赶紧回去！我们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徐豪害的。就是啊，必须要赔偿。走，找对象。干什么？你们不对，快帮忙！徐总，快办！你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？在明知道药有问题的情况下，您还是让病人继续吃药，请问是为了维持公司的股价吗？听说实验室已经分析出了药物成分有问题，你仍让病人继续服用，你怎么回应这个传闻？徐总，你想要保住豪强集团的股价，然后高位套现离场，你是准备携款潜逃到国外吗？一派胡言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我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情呢？如果说我们提前知道药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停止使用，不可能继续实验。关于这个网上的谣言，我会想办法澄清，希望大家一定要相信我。人呢？怎么去啊？怎么锁上了？锁上了，还没人吧？说呀，没人吗？怎么回事嘛？亏了我们这么相信你，竟然有毒药害我们！徐豪，你他妈别当缩头乌龟！要不出来，我们就进去了。这豪强药业也太混蛋了，明知道药有问题，还故意让他们吃药，这是要出人命的呀！这些人根本不值得同情，但是一码归一码。要是这些药临床实验过了，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少人命。你们快看啊，有人要跳楼！有人跳楼了！哎呀，这徐豪，你他妈害死老子了！你还我命！别再装腔作势了！
有本事也跳啊！跳啊！跳了，老子还敬你是条汉子！跳啊！别说了，不能让他跳，他跳下来，我们找谁要赔偿去啊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徐总，徐总，你不能跳啊！为了你的家人啊！啊，你不能跳啊！死不如赖活着嘛！对，哎。来，苏小姐，关于徐豪跳楼身亡一事，请问你怎么看？你要问我有什么看法的话，我只能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徐豪的死和你的曝光有直接关系，请问你内疚吗？你要听实话吗？其实我一点也不内疚，甚至还有点爽。苏珊，你把徐豪逼死了，那你就得赔偿我们。我赔偿我们，我赔偿你们什么？我们本来可以顺利的从徐豪那里拿到赔偿金，都是因为你害死他，所以你来赔偿我们。简直是笑话！首先，徐豪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，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其次，你们和我也没有一点关系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们可都是病人呐！病人就应该在家里好好躺，而不是天天到我这里来闹。苏珊小姐，我一向都很敬重你，如今你已经是功成名就，更是家财万贯，本应多做一些善举。如果当初没有他们以身试药，又怎么会有你现在的100亿身家？如今他们就站在这里，已经半截身子都入了土了，你不应该就这样把他们白白晾在这里。首先，我这款药当初研制出来的时候，3000块钱卖给他们已经是救了他们的命，可是他们却反而把我告上法庭，难道这样我还欠他们的？其次，我的药在出来之前就已经研制成功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苏珊小姐，您卖药方赚了100亿，后来做空豪强集团的股票又赚了100亿，您现在可是拥有200亿身家的大富豪啊！拿出几千万来帮助他们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吧？哦，我看你拿的是苹果手机啊，这包还是香奈儿的，你的工资应该不低吧？那车房应该也都有。这样吧，你把你的房卖了，筹钱给他们治病，你这么善良，肯定不会拒绝。这怎么能行？把房卖了，我住哪儿啊？我只有1套房子，凭什么让我卖房子？这有什么的？房子卖了租房就是了。你这么善良都不肯帮助他们，反而还来要求我，你这不是双标吗？我这样，如果你愿意把房子卖了给他们治病，那我也愿意帮，这公平吧？是啊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我可没办法帮你们，我没钱。刘记者，我现在已经是倾家荡产了，命不久矣，我不想死，你帮帮我！哎，对，你要是把房卖了，苏医生就会给我们治病，那我们就不会死啊。下辈子我做牛做马，我也要报答你啊！松开！刘记者，你那么有钱，你收入又那么高的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！你把房卖了，我们就有救了。是啊，你不会这么狠心不救我们的命吧？松开呀！你松开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是不会卖房子的。我是想帮你们，但是我没钱啊。房子也是我辛辛苦苦挣钱买的呀。行了行了，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，再不走我报警了。别走啊！刘记者，刘记者，你别走啊！不是说采访都已经结束了吗？苏珊小姐，我是代表水果台，希望你能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兴趣。苏珊小姐，我们是想到最近关于你的谣言太多了，你如果能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就可以利用水果台的影响力进行辟谣。这样也好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。尸检结果显示，在豪强药业天台的跳楼身亡者并不是徐豪，而是豪强药业的一名普通员工，因为之前大量购买公司股票导致破产，因而跳楼。徐豪目前则仍然下落不明，不过他也因为售卖有害药品而登上警方通缉名单，欢迎热心市民举报。喂，哪位？苏珊，你害得我好惨。徐豪，苏珊，我现在公司破产了，
警察还在到处通缉我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不让我活，那我也让你活不了。是徐豪吗？对，他都被警察通缉了，怎么还敢威胁你？你会不会有危险？这样也好，他肯露头的话，警方也能更快的抓到他，就怕他不出现。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和警方联系，就怕动作太大的话会打草惊蛇。快来了！快快！这是苏珊，这真的是他的车啊！这兰博基尼盖拉多，这3000多万呢！哎，苏珊，你现在都这么有钱了，你为什么不帮帮我们？你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要见死不救啊？我们的命还没有你这个车值钱吗？首先，这是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，这是我的自由，你管不着。另外，我给你们指条明路，去买方舟药业3万块一盒的正版药，不要再相信徐豪这个骗子。现在只有正版药能救你们的命。行了，我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走。你就这么走了？欢迎大家做客本节目。今天我们节目将采访一位医药行业的后起之秀，他年纪轻轻，大学刚毕业就研发出了世界级的抗癌药物。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更是把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让我们有请苏珊小姐。欢迎。苏珊小姐你好，今天的采访比较轻松，主要就是搜集一些网上的问题，以及现场挑选观众进行提问，您看可以吗？没问题。苏小姐，请问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才研发的这款药呢？我研发这款药的动机很简单，是我作为医生的天职，4个字：救死扶伤。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投身医学，又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父亲，他是个很伟大的英雄，他是个军医，还立过2等功。怪不得嘛。只不过后来退役之后，为了养家去跑船，累坏了身体，最后得了癌症去世了。这也是我研发这款药的初心。苏小姐，我们都知道你被患者告上法庭，请问你是否后悔研发出新药？我研发这款药是为了治病救人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我只后悔我没有早点看清他们。如果我早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卖药给他们。苏珊小姐，我们都听过您的故事，也知道您和那些举报者的事情。其实我认为啊，他们举报你也不完全是错的，毕竟您当初没有获得行政许可，也确实属于不合法的违规药啊。那您为什么不能原谅他们呢？您可以为了买豪车买豪宅花几个亿，难道就不愿意拿出一点点来救救他们吗？难道在你的眼中，这些活生生的人命还不如车或者房值钱吗？人命当然很值钱，可以说人命是无价的，只是在我眼里，他们根本不算是人。能把自己的救命恩人告上法庭的人，能算是人吗？如果他们只是因为怀疑我的药的有效性而把我告上法庭，那我当然可以。可他们纯粹是被徐豪收买了，是为了买徐豪的低价药而把我告上法庭。现在徐豪的药买不了了，我的药也不卖了，所以他们只能去买方舟药业3万块一瓶的正版药，这不是咎由自取吗？还有我越看你越眼熟，你不是刘秀兰的女儿吗？啊？什么？现在被我拆穿了，没话说了。就因为你是刘秀兰的女儿，我现在不管他们，你就要出钱给刘秀兰治病，也难怪你会那么着急了。原来是刘秀兰的女儿，怪不得她这么积极。还过来道德绑架苏珊，如果没有被发现的话，别人还以为是伸张正义的使者。我是不是谁的女儿不重要，我只是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发言。你的药的确很贵啊，要3000块一瓶，那是很多家庭都无法承担的天价呀。那他们去找便宜的药也无可厚非啊。没问题，嫌我的药贵是吧？
好啊，我不卖了，你满意了？没问题啊，嫌我的药贵是吧？好啊，我不卖了，你满意了？苏珊小姐，您这么说可就太自私了。你的药贵，不代表他们不需要啊，他们需要你的药救命啊，你怎么可以不卖啊？况且他们举报你，那也是情非得已，他们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也在祈求你的原谅了，你又何必揪着不放？为什么不大度一点呢？你打我！你竟敢打我！大家快来看呐！苏珊打人了！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苏珊，你完了！我一定会起诉你故意伤害的，你已经严重伤害到我了，你准备坐牢吧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做人要大度。我只是打了你一个耳光，而且我刚才已经道过歉了，你又何必这么不依不饶呢？还要让我坐牢，你这也太不大度了。哦，难道你是个双标狗？只能你让别人大度，自己却睚眦必报。只是一个小小的耳光而已，又不伤筋动骨的，何必这么小心呀？苏珊打得太漂亮了，这个女人就是搞双标。原来苏珊是为了怼她才给她一耳光的，现在看她怎么说。苏珊，你给我等着！快走吧你！好了。苏珊小姐，你为什么要把配方卖掉？为什么不自己开发？以我当时的情况，我没有能力开发这款药方，所以只能卖掉。而且我当时需要资金来研发新的药物。就算你要把配方卖掉，我觉得你也应该和大夏的药企合作。这么重要的配方，你不应该和外国的药企合作。这本是壮大我国医药行业的一次重大机会，可是却被你白白葬送。你是获得了利益，但是国家的利益却得到了损害。研制新药恐怕只是你的借口吧？对啊，苏珊和外国药业合作的确是很错的一步。大夏有这么多药业，可他偏偏选择和外企合作，这是居心不良啊！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如果能把这款抗癌药留在大夏，那该多好啊！是啊，这件事情大家真的是误会我了。我之所以把药方卖掉，是因为我的手上有更好的药方。什么更好的药方？抗癌1号已经是划时代的抗癌药物了，难道你还有比它更好的药方？你该不会是骗我吧？既然你们问的话，那我就借今天这个机会把这个重大消息发布出来。我新研制的药物能够治疗肺癌的新型特效药抗癌2号已经研发成功，真的，那可太效果将会比1号更好，他们都有救了，有望彻底消灭肺癌。苏珊真是个天才，这么快就研制出了新药，简直是大夏医药第一人啊！我愿称之为药神。刚刚是我们错怪苏珊了，原来你把手上的抗癌1号卖掉，是因为他手上有更好的抗癌2号。那请问这款药你要怎么定价呢？会不会像方舟药业一样，把药品定为一个天价？关于这款药方的定价，目前还处于保密的阶段，是我暂不能宣告。完了，看苏珊这样说，这一看就是天价，应该是想将药品定成高价呀。他之前那么藐视病人的生命，那么冷漠，想必药品定价一定不低。我看也是，肯定。就算定出高价，那也总比卖给外国人强啊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。非常感谢苏珊小姐能够做客星火访谈，为我们答疑解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苏珊，你害得我好惨！我现在公司破产了，我自己也是负债累累，而且我还上了警方的通缉名单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这下你满意了？你高兴了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放屁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你早就知道我的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还花重金做空了我的公司，我这么惨，全部都是因为你。我确实早知道你的药有问题，不过我已经当面跟记者说过了呀，这也算是间接告诉你了。你不听，这也能怪我？你这就是强词夺理。
就算是我的药有问题，要不是你第一时间曝光，我也可以掩盖过去。要不是你花重金做空我的公司，我怎么可能会被通缉？我怎么可能会破产？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倒是要问你，当初为什么要让那些人来举报我？那如果当初我没有让他们举报你，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？徐豪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说是钱对我更重要，还是你对我更重要？是我？难道是钱？不对，是我。错了，是没有你对我很重要。你，但是我倒是要感谢你，要不是你让那些人来举报我，我也不会高价卖掉药方，也就没有今天。好啊。作为你的恩人，能不能给我拿2个亿，让我跑路啊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，快点把钱转给我！我就算现在把钱给你，你也拿不走。现在全国的警察都在通缉。这不需要你管，我已经跟岛国那边联系好了，拿到钱我就去岛国。恐怕你走不掉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出来吧。徐豪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。把枪放下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不用听他的，有种你就开枪。别以为我不敢开枪。徐豪，你现在是不是以为自己占尽优势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上！这怎么可能？忘了告诉你，除了平时研发新药，我还练了点功夫。我输了，我输得彻彻底底。老实点，老实点，走。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？肖总，大夏那边传来消息，苏珊已经研发出了抗癌神药2号，据说比我们的抗癌神药1号具有更好的抗癌效果。什么？他又研发出新药？这怎么可能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？消息是他在水果台接受采访时透露的，千真万确。看来消息是真的。当着全国观众的面，他不会胡说八道。他可真是个天才，称他为药神都不为过啊！看来全球的医药行业要变天了。可他的新药真的有这么强的效果，那我们手里的抗癌1号药方就成一团废纸了。哎，他肯定是早就手握抗癌2号的配方，才会把抗癌1号卖给我们。还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？苏珊明天早上会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对外宣称新药的具体产品和价格。马上备记，我要去大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拿下抗癌2号的药方。是。你说这新药它会卖多少钱呢？一会儿好好跟苏医生道个歉呢。苏医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们吧！苏医生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不该举报你啊！苏医生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您就帮帮我们，我们真的不想死啊！苏医生，都是徐浩逼我们的，是他想抢走你的药方，我们都是被逼迫的。你们真的知错了吗？是，我看未必吧。你们只是想得到我的原谅，然后获得我的帮助。
至于你们说的徐豪逼你们，更是无稽之谈。难道徐豪有拿着枪顶着你们吗？完全只是因为你们自己贪小便宜。我帮助了你们1年，成本价卖药给你们，而徐豪只是给了你们一个免费药的承诺，你们就调转枪头对准自己的恩人，你们还算人？好了，新闻发布会要正式召开了，无关人员不要再发言了。经过1个月的研制，我的新药抗癌2号终于即将上市。这款药是在抗癌1号的基础上优化而来，它的效果会比抗癌1号更好。在临床试验中，已经能够完全杀死癌细胞。真的？哎呀，癌症即将完全被终结。哎呀，咱们有救了！哎呀，医生，这药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在啊？绝对没有夸张，而且已经通过了人体实验。会不会像豪强药业的仿制药一样有副作用啊？第一，我的这款药是原研药，不是仿制药。第二，绝对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。苏医生，那您给这款药定价是多少呢？这款药的定价是……慢着，这不是方舟药业的肖明远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该不是来买药方的吧？毕竟这款药上市将对他们的抗癌1号造成冲击啊！有什么事吗，肖远明先生？那我就直说，我想买你这款抗癌药的配方，价格你看。抱歉，这款药的配方我不打算卖。110啊？不卖。200不卖。500亿。不卖。一口价1000亿。1000亿！我说了，不卖。那你到底要多少钱？这款药的定价仍然是成本价，3000块钱。而且已经纳入了国家医保，可以减少50%。也就是说，购买这款药只需要1500元。1500啊！有救了！苏小姐，你不把药卖给我就算了，还把价格定得这么低，这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？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医生的天职，那就是救死扶伤，治病救人。好，太好了！